死大家了！去年比完赛，人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知道我离了婚吧？我被人追啦，追了1年呢，追着骂，骂成了我的微博金粉。前不久还在给我发消息，李希哈，你这个被资本硬捧的婆娘，你把冠军还给何广智。首先，何广智已经是冠军了。其次，我跟何广智是2个单位。朋友，你充个会员吧，对吧？你真的想让把冠军还回来？你看完，对吧？你看完你就知道这个消息，你发给翟佳宁啊，对吧？你但凡充我一边的会员，你都不至于来充我嘛。去年1年被营销号真的裹挟疯了，那阴谋论完全把我弄得不行了，说节目剧本也写好了，疯了，说大宅被骂是因为李逵搅黄了武则天的登基仪式。还有人在下面评论，打死武则天。我当时开始没反应过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当时很气，我说你们凭什么打死房主任？有什么冲我来？他给我私信骂的就是你那个。弹舌部分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东西，我消化了一下啊，我就想着这个人是不是大宅的粉丝，我想点进去解释一下，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点进去，崩溃了，分裂了，置顶的2条帖子，第1条骂我，第2条骂翟佳宁。我当时就懵了，我说谁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这么无聊的事情一定不是水军干的，骂完冠军骂亚军，像季军干的。但别说啊，李逵搅黄了武则天的登基仪式，这要是拍成短剧，肯定好看，我绝对充值。这些营销号都太会写剧本了，感觉节目是他们办的一样。好，都说有剧本，我摊牌了。今年我也写好了剧本，已经有了。等一下比完赛，一个直升机直接从天而降，直接接到我，把我甩到浪姐舞台上，我就一天。但是我太火了，我太忙了，还没等我1天完的时候，又一个直升机把我接到，甩到世界杯的舞台。我当时在那个球场上，我8脚怒射，捧起大力神杯，告诉世界中国有嘻哈。还有些营销号还没完啊，阴谋论真的疯了，说我抢完了翟佳宁的商务，一派胡言。我的商务内衣卫生巾。众所周知，翟佳宁她不来月经，虽然现在很多人说她每天都像在来的样子。她要是真的来月经，她肯定是代言卫生巾，广告语我都给她想好了，对吧？我的霸气永不侧漏。那段时间，身边朋友们、演员朋友们、俱乐部老板们都很担心我们被骂成这样，你们俩关系会不会受影响？是不是非常不好？完全没有，我俩被骂的最厉害那段时间，我们2个抖音天天续火花。翟佳宁给我发，你被骂了，我也被骂了。节目结束后呢，他好在虽然被骂了，但工作还是比较多，和他呢也一起参加过好多次活动。有一次我在化妆，就收到他的微信。嘻哈快了，哎吧，受不了了，我就知道现场出事了，他受不了了，我立马冲到现场，没办法了，就家来迟，根本钻不进人群，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围着他，拿着专业的设备对准他，然后他的周围全部都是很专业的打光灯，然后他的脸上就很惊慌。上一次见这样场景的时候，还是我的小猫绝育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下就明白，原来长大就意味一定要失去一些东西。节目录制完被骂那段时间啊，有工作还好，还能转移一下注意力。
一旦闲下来就不行了，特别痛苦，就特别想做一点别的事情去断掉这些信号。所以我去年就去考了飞行执照，因为起飞就彻底没有信号。第一天上飞机，我的带教师傅带着我飞到了最高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飞到最高点，我往下一看，看到广阔无垠的大地，看到广阔天空的时候，我的情绪一下上来了。我觉得自己太憋屈了。飞到最高的时候，我跟师傅说：“师傅，我要发泄一下。”我师傅看着我：“你要搞什么飞机？”我也没管了，我当时憋不住，我觉得很憋屈嘛，我就开始尖叫，我就尖叫，然后各种咆哮，各种发泄。尖叫完了之后，师傅在旁边不知所措，看着我说：“开了这么多年的飞机，也是第一次开到尖叫机。”然后我就很痛苦，当时发泄的时候，眼泪就在眼眶打转。我师傅看着我说：“你别想这么多，你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好就行。”我说：“师傅，我想把飞机倒过来飞，这样我的眼泪就不会掉下来。”他说：“倒嘛，可以啊，你眼泪不会掉下来，我们就掉下去了。你要想一下，你为什么来学飞行嘛？”我说：“我要在自己的航路上越飞越高，我要把人生的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上。”师傅说：“高度太高了。”我说：“我还没有开始上价值。”他说：“老子说飞机高度太高了，往下压。”还好，我跟师傅那天飞得非常的平稳，最后还是平稳下了飞机，就是落地了。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我说师傅，刚刚我在飞机上发泄、尖叫、讲脏话那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了，我不想大家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师傅说：“啊，刚刚那个频道的管制员全部都听到了。”啊，我就觉得完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塔台。回塔台的时候，我就不敢抬头，那塔台的同事们好热情啊，赶紧过来，嘻哈，你飞得好棒哦！我们所有人全部听到你在飞机上用那个在天上用意大利语跟我们打招呼，在那里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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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但是不得不说，那天飞完过后，我释然了很多，因为飞到天空的最高点，往下一看，你就会发现，飞得越高，地上的小人就会越多。真的，那个时候还有人骂我，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不上天？上天了，亲自驾驶飞机上天了，看透了。都说每年夏天大家都在期待新王登基，我也一样。我从当空姐那天开始，我每天都在登机。我登完机还要欢迎登机，所以谁登机了我都开心。而且航班多的是，这一趟登不上还有下一趟，没有航班了，现在我还可以自己飞。以前大家认识我的身份是空姐，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是开飞机的嘻哈。好，我叫谢谢。我去年在这个舞台上吐槽了我的高中，当时票数还挺高的，主要是咱们这个节目一录就录10几个小时，到后面演员们都累趴下了，就我精神啊，10几个小时在衡中还没上到晚自习呢啊！我现在上大学，10几个小时是我1个月的学习时间。我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爱刷点短视频，有事的时候就爱刷点短视频。我有时候也不是想刷，我就是控制不住。我只需要打开手机，查个单词，发个微信，随便干点什么，过几分钟，我就会发现，我在刷短视频。我前两天坐地铁，想睡会儿觉，怕坐过站，拿出手机想定个闹钟。等我退出某音，快到终点站了。我有时候感觉就是短视频刷多了，会自己的生活状态特别颓废，就得干点正事儿缓缓。比如说去学校上课，咱们寓乐于教。直到我前两天去上了个专业课，上完彻底崩溃了，因为那节课的授课内容就是刷短视频。老师把短视频下载下来，拷到电脑上，拿教室大屏给我们放，我太梦幻了那个场景。我从来没在这么浓厚的学术氛围下见过奶龙跳舞。哎呦，那天老师带我们刷了一节课短视频，全是某音猜他喜欢的。一开始还给我们讲2句，到后面也不讲解了，纯刷。说同学们看这个视频，有意思吧？我说老师，你是来上课还是来过瘾了啊？
咱们使者不是传道授业解惑吗？你怎么改点赞、收藏、转发了呀？那课上的我气乐了。我那天起床的时候纠结了半个小时，是老老实实去上课，还是把课翘了躺床上刷短视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去上课，然后刷一节课短视频。我说老师，要是这样的话，咱俩何必来教室呢？啊，咱搁某音上加个好友呗，还能续火花，跟大宅跟嘻哈似的。续上火花你就当我签到了，是吧？我觉得上课刷短视频太有违和感了。平常挺有意思的视频，放到教室大屏上咋看咋无聊。我觉得刷短视频是需要意境的，偷感越重，刷的越爽。啊，你比如现在2楼那帮观众，我也看不清你，你也看不清我。你要是偷摸把手机带进来，这会儿刷2条短视频，你得老爽了。但如果我现在拿大屏给大家一块放短视频，它就没意思了。所以当时老师在上面放，我在下面偷着刷。但我的某音能听见老师的公放，他就开始猜我喜欢。刷了几条，我手机上和大屏上短视频同步了。我同桌上课睡觉睡一半醒了，看了看我手机，看了看大屏，说兄弟太帅了啊！上课玩手机你还敢投屏？前2天我二姑带她家孩子来我家串门，还拿我教育孩子呢。啊，说你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学习，少刷那个短视频。你要是能像你谢哥哥一样考上北大，以后你上课刷都没人管你。我说二姑，你是不是上过北大？你不是我二姑，你是我学姐。你是李雪琴。我感觉如果我们专业真要学短视频的话，你最起码别让大学教授来教吧啊！你说这些大学教授是什么人？知识渊博，博古通今，就这种人怎么刷短视频？你能想象吗？这帮教授白天在学术会议上传播真理，晚上回家对着手机咕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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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你说教授教我们1学期短视频怎么创作，怎么引流？他自己的账号200多个粉丝，里面还有50个是我们班同学，剩下学长学姐忘取关了，可能还有1个是我二姑。短视频里有的东西也没人敢教啊，擦边儿，那谁敢教？老师上课让我们课堂讨论说，如果要做一个招生宣传视频，怎么拍最有流量？怎么拍最有流量？哎，你找一个肌肉帅哥，上衣一脱，氛围灯一打，嘴里叼一个学生证。啊，你看多有流量。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就是上课学短视频这玩意儿，我们学着难受，教授教着他也难受。人家埋头研究一辈子广播电视，好不容易当上教授，以为是那种热门专业导师，结果成非遗传承人了。我感觉像他们之前为了发顶刊研究社会变化，现在为了上热门研究推流算法。那鲁迅脱下了长衫，还得给自己标一个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关键我感觉我能从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未来。我现在学短视频，等我毕业可能又过时了。但我现在要是不学短视频，我就毕不了业了。啊，所以等这段播出，希望你们多给我点点赞。我得交作业。好，讲这，谢谢大家，我是23新传谢听。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喵喵，也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是跟雪琴姐跟谢谢不一样，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的。这个身份就很割裂了。在北大踢足球这句话念起来有一种从夯到拉的感觉。大家很热情，很捧场，但是在同龄人眼里，小体育生的风评极差。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帖子，他问体育生和边牧谁聪明。投票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因为边牧不会点举报。但考上北大不一样，大家会误以为你学习很好。之前有那种教培机构找我说，让我给他们孩子做一堂高考经验分享。我说我吗？我咋分享啊？
我往那一站，我说咱们各个学科就抓大放小啊，什么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咱们就先放一放。不能误人子弟，赶紧去跟老师交涉。我说别搞，人家高考。他说2万，我说好。分享前给我发了张单子，是他们班同学的基本情况。我一看是他们当地最优秀的一批孩子，模拟考680，3模比我1模2模加起来都高。聊到文理分科，一个弟弟小手一举：“哥哥，你是哪科的状元？”哥哥是武状元。最后2万块钱没拿到，因为给他们分享知识点的时候，我说你们就多背背那些知识点啊，那些什么 cos 45度什么的。努力努力，不要做一个直垮子弟。就朋友们那件事之后，我会刻意的装一个高考状元，来弥补自己20年所缺失的学历崇拜。但朋友们，就我这张脸吧，它长得有点太体育了。就我云南老家高强度的紫外线，加上长期风吹日晒的训练，导致哥们儿看起来像一头沸羊羊。这外貌真是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了，只能通过穿搭改变自己。想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学院派，想把自己打扮成那种 hot nerd。朋友们，因为我从小就在体训队生活，我没有见过这些700多分的人。在我的刻板印象里，这些高考状元上课，他就应该穿得跟领诺贝尔奖一样。哥们儿的第一堂文化课是穿着西装去上，就是那种高定礼服、金丝眼镜。走到班里，老师都迷糊，他说：“同学，我们一堂思想政治课，你为什么要穿的这么小资呢？”同桌在旁边起哄：“哥们儿要 cos 资本家。”我说：“不，念 cosine 资本家。”关键朋友们，就这堂课下课之后，我立马就要去踢球，所以我那套衣服里还穿着自己的球衣。但那种高级衬衫吧，它有点太透了，就你球衣的细节能够透过衬衫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没反应过来这个事儿，是回答完问题，老师鼓励我，他说：“感谢68号同学的精彩分享。”我今年大4了，朋友们，我今年大4了。我对北京的这个城市印象非常的一般，因为它有的东西那个物价实在是有点太超乎我的想象了。之前谈恋爱跟对象出去买花，挑了一捧，店员很不熟练的帮我包好了花，然后很熟练的拿出了收款码，跟我说：“先生你好，一共898。”不是，哎，各位，贵。头一次买花用上了花呗。贷款买花，花活不到我还款还完，就你分期没到头，花期到头了，分期到头了，花到头期了。凭我的素质，我是可以逃单的。但我对象就在旁边看着我，当时那个画面对我这种有大男子主义的小男子汉有点太不友好了。那个店员拿着那个扫码枪，像一把真枪一样，就这么对着我。哎呦，我就只能哆哆嗦嗦的，又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手机，然后呢，点开了自己的公交码，然后对扫码枪贴了上去。哎，朋友们，我当时就是在想啊，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啊，就有那么一个人，他的付款码长得跟我的公交码一模一样？没有。还想挣扎一下，我在那跟那个店员我说：“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理由，你这花到底凭什么这么贵啊？”他说：“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花都是从美丽的彩云之南空运过来的。”我说：“哪里空运过来的？”哎，各位，全云南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花啊！有没有人管管？你一个东西从老家到北京的溢价那么严重，我以后买花带过去那都算走私了。以后我过海关的时候就是带着个斗笠，背着个背篓，反正你们刻板印象里云南人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过了那个海关，机器也不响，但是警犬突然开始狂吠，安检人员神色凝重，海洛因不康乃馨。围观群众一哄而上，一起把我摁在地上，打开背篓，大惊失色。哎呦，狡猾的云南人，竟然把鲜花藏在了饼里。我
很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北京的高端餐饮都标榜自己的食材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什么云南黄牛、云南野菜、云南水果，站在北京的市中心我都迷糊。我说前2年不是走出大山了吗？哎，能理解吗，朋友们？就是我高考毕业的时候，面对云南满地的瓜果蔬菜，我说 OK， 你们很好，但我要去首都大城市追寻我的梦想。到了北京，勤工俭学，发愤图强，攒了一大笔钱，总算坐进了那个高级餐厅。来之前，哥们儿还在那演练的那个服务生走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sir？” 我说：“哦 ，Could you give me a bottle of water？” 餐前水果一端上来，服务员说：“小伙子，这个水果是你云南老家的。”行了，谢谢你们。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你们不觉得我才长得像那个刻板印象中的云南人吗？去年上节目之后，很多人认识我之后，会开始给我取一些莫名其妙的外号。之前有个人跟我说：“曾勇，你看看你，同样是来自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通话不好，皮肤黝黑，然后开始叫我丁曾勇。”而且很多人知道我是来自一个非常神秘的山区，大家应该听说过叫哀牢山区。知道之后问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生活在哀牢山区？其实我们民族是在很早的时候从青藏高原一路向南迁移到了哀牢山区生活，也就是说从一个条件艰苦的地方到了一个条件更艰苦的地方。但是我小时候很不理解呀，我就问我家里面的爷爷，我说爷爷，当初我们民族从青藏高原一路向南迁移到哀牢山区的时候，中间要路过大理、丽江，为什么不停下来啊？他说那个地方已经有人在了。我说有人在，我就打他们，我就打他们啊。他说我们就是被打进了哀牢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之后回想了一下我们老祖宗可能是遵从了现在非常流行的幸福者退让原则，我们是直接退到了山里啊。在我小的时候我们这边山区很封闭，很少能吃得到外面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唯一能吃到的这个海鲜是玻璃海苔。我仔细一看是波当海苔。但就是因为太封闭了，我们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贫穷封闭。我们小时候大家过得幸幸福福、简简单单。直到我们村那里来了个外地人，我们问他你来干嘛的，他说他是来扶贫的。还是个上海人。因为我们那里是上海长宁区来对口帮扶我们。我们那里当时有多落后呢？听说当时上海长宁区扶了我们20几年，把自己扶成了上海市 GDP 倒数。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们的确20几年来的时候，他们要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比如说那时候我们的卫生条件很差。那个上海人来之后问我说：“小孩，你们这里的厕所在哪里呀？”我说：“男的这座山，女的这座山。”还有个更困难的问题是我们那里的医疗条件很差，你知道，所以我们那边基本上生小病是去找那种帮我们做法事的法师看病，所以我们那里没有中医，没有西医，只有法医。所以他说要给我们建这个诊所嘛，建完诊所之后说要帮我们全村的老人跟孩子全身体检一遍，但是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术呀。给我全身体检完之后说我没有问题，只是我是那个扁皮族。我说怎么扁平足啊？我是哈尼族的嘛。对，但是刚开始诊所建起来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看病，因为那个法师会给我们宣传说以后看病还是来找我，不要相信医院。我都帮你们看了30几年的病，我也收钱少。后来是怎么扭转这种局面的呢？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个给我们做法事的法师居然在诊所里面打吊针。我们就问他说：“大爷，你怎么在里面啊？”大爷说：“因为我有医保呀。”看来这个封建迷信还得靠社会保障来治。而且他上海人来之后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让我们种，就比如那个咖啡。为什么呀？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做这种能提神的植物比较有经验啊？那扶贫是一批一批人的来的嘛，他们要走了，但是那时候我们那里的山路很烂很危险，是我们亲自把他送出了大山。
也就是说，我们那边真正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是个上海人。走之后他还特别好说，哎呀，真有你们那时候特别好，他特别好的跟我们说啊，你们这小孩太好了，把我送出单，明年你们还要什么上海的特产，有一批扶贫的人要来，我都让他们给你们带。但是我们小时候根本不懂上海呀，我们说我们想要东方明珠。最过分的还是那个村长，他很天真，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跟拉着那些人说啊，你们也太好了，但是能不能求你们把我们这里扶成像上海一样发达再走嘛？把人家吓得说，哦呦，不行不行，我们要先回去扶宝山区了啊。是我听错了呀，他们是说要去保富山区了。所以我是去年录节目的时候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我是特别感谢上海的，还有特别是长宁区，我也用我自己的方式在报答上海，大家知道吗？今天我但凡来到上海，我不管住哪里，我都只点长宁区的外卖。去年科学家说，在我们哀牢山区发现什么真心的巨型天牛，只有武侠小说里面才有的能起死回生的神仙草。大家发现没？他就是没有发现我们穷人。这些东西我们早就发现了，你早点发现我们，我早点告诉你们呀。谢谢有人早就发现了我，谢谢大家，我是曾勇。大家好，我是大老王。很开心，今天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当爸爸了。说真的，从怀孕开始，我俩就很紧张，因为首先紧张是起什么名字，首先很怕小孩被起外号，就想寻求网友的帮助。网友有点太给别人家小孩起名字了。我那天开了个直播，就100多个朋友，1个小时，发了2万多条弹幕。王中王，往哪儿跑？王不见王，最厉害的叫王府井儿。说跟你姓没什么意思，跟你媳妇儿姓吧，你媳妇儿姓崔，就叫崔牛波。这下好了，不用起了，全是外号了。我觉得起名字代表你对一个人期待，比如我媳妇儿叫崔艺萌，艺术的萌芽，她是做设计的，很合理，对吧？我本名叫王珂。王字旁一个可以的可，我爸给我起的。我爸跟我说，珂是玉的意思，代表他对我的期待，希望我温润如玉，像个君子一样。查一下字典，字典里面跟我爸说的很像，又不太一样。字典里是5个字，叫做像玉的石头，就压根儿不是玉。我说什么期待啊？贾玉不是宝。我也不知道要叫他什么，我想通过人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感受起一个名字。我盯小孩1个小时，脱口而出一句“王哥”，我不知道，我觉得尊重点没坏处，对吧？万一以后用得着呢？所以我对他的期待是希望他罩着我，帮我工作，帮我改稿，就叫王建国。在高铁上遇到特别吵闹的小孩，我俩就会说，你小孩，你小孩，你小孩。我在想怎么让小孩一辈子不坐高铁。我当老赖，拿他贷款。小赖赖，我觉得我是有点过度紧张了，对于这，我总觉得小孩你3、4岁赶紧在高铁上吵，7、8岁你不得逃学，11、12岁不得打架，是吧？15、16岁不得打他爸？主要是现在小孩长在互联网时代，打我倒还好，万一拿我起号呢？家人们，点赞过1万，把我爹直接打哭。很怕照顾不好小孩，就很提前找月嫂。我们也没经验，我不知道怎么面，我总不能开始第一句话说阿姨哄我。我媳妇儿也不知道怎么问，吭哧半天来了一句阿姨那个你的 MBTI 是什么呀？阿姨听错了，以为我骂她呢，说怎么说话呢？我 MBTI， 你 MBTI。最后定的那个月嫂是中介推的，就是一个叫妈妈型月嫂，就干活很利索，但你不能质疑她。我看她做菜比较油，我跟她说阿姨辛苦做菜，不要这么油。她说我是为谁好？
太帅了！哎呦，解决了我原生家庭没有问题的遗憾。最紧张的还是生，对吧？一旦怀孕以后，医院会给你一个预产期，比如3月4日，特别准确的日期。直到快生的时候才知道预产期是那个预产期的前后2周。我说1个月随时有可能说，那你们就是猜不准嘛？早说呀！我提前准备2个星座运势了。那双鱼白羊正经差挺多呢。星座预测不了，但宝宝底子要打好。幸好有皇家美素佳儿，3层真萃，3D 预护，守护宝宝成长。甭管双鱼还是白羊，有皇家美素佳儿，底子打好，运势怎么都差不了。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俩就完全不工作了，每天就是在家等小孩出生。那段时间怎么说呢？就是每天早晨一睁眼，哎，昨天又是平安夜。最准的生产信号叫见红，一旦见红以后，未来24到72小时中间随时有可能生。我媳妇儿是那天中午见的红，早晨我提水的时候，把腰闪了，躺在那儿完全动不了。我媳妇儿就安慰我说，废物。我一想到后面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突然变得很冷静。我知道那一刻我长大了，我要成为真正的男人了，就是会在家庭的关键时刻缺席。肯定不能缺席，肯定不能缺席啊！到了医院，但我跟我媳妇在医院，我俩场面太滑稽了。我扶着腰，她挺着肚子，侧面看就是这样的。进电梯，电梯里的人说：“哎呦，这对香奈儿夫妇要去几楼呀？”一进病房，我就赶紧开始吃止疼片。大夫说：“啊，你吃止疼片？谁生？”别跟我说是看着你媳妇儿这样心疼。她被推进产房，我们那个医院是不让丈夫进的，但是你在门口能听到里面的声音。但我做不了任何事情，我只能在外面做我最擅长的事情，哭。我在外面整整哭了2个小时，给护士都哭烦了。出来跟我说：“咱先生，怎么您出生了？”您在这边呢，有点影响我们工作了，麻烦您到那边去。您在这边我们有点听不到，孩子哭了。旁边人也很好奇，说男孩女孩这么大声？护士说男孩，190斤。哎呦，真好，是个巨婴。最好的事情就是母子平安，母子平安。谢谢。孩子出生以后哭得特别大声，医生说这孩子健康。我俩一下就安心了，感觉之前担心那些事儿都不重要了，是不是吵闹，会不会被起外号，叫不叫建国？健康就行，健康就行。我看到我媳妇儿，我跟她说，我说你小孩，你小孩，你小孩。她说你小孩，你小孩，你小孩。她哭得特别大声，我就赶紧把她抱到怀里，我说爸爸妈妈在呢，爸爸妈妈在呢。虽然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叫什么，但你是崔颖萌跟王珂的小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王珂。第1年参加节目，很荣幸见到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刘大卫，是艺名，能听得出来，虽然叫大卫啊，但其实看起来更小松一点。长这样也没办法，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边境之城，小城市嘛。他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原始。比如说我妈就特别信奉那种爽肤水式的教育，就是为了让你吸收，会轻拍你的面部。开个玩笑，开玩笑，别太紧张啊。不是轻拍。即使这样，大部分时间还是我妈教育我，因为我爸这个人不善言谈。我妈就是单纯不善，辅导作业也是，甭管是语文还是数学，最后都是物理，经典力学，就是这个声音。
儿太经典了，已知啊，我妈的巴掌40牛顿。请问一巴掌可以给我拍多远？答案是无限，因为我妈对外声称我们家没有摩擦。但说起来轻巧，其实小时候确实被打得挺狠的。最狠的一次是我小时候因为不写作业，我妈打完我之后还不解气，让我只穿着内裤在楼道里站着。哎，我不觉得难过，你们也不要觉得难过，我只觉得有点荒谬。我往那一站，跟海尔兄弟丢了一个似的。我说干嘛？我学习不好，你给我报个班儿，或者咱们两个聊嘛，没必要这样。那冬天楼道里挺冷的。我甚至都怀疑他这么干的动机是因为我姥拦他的时候说的那句“你动他一下试试”，理解错了。邻居下夜班回来说：“哎呦，孩子，你怎么不进去？”我能说什么？我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哪有地儿放钥匙啊？有兜吗？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愿意每年都回去跟他们待一段时间。我也建议大家抽出固定的时间陪陪爸妈，因为你太长时间不见他们，你就非常容易忘了当初为什么搬出来。前2年有一个观点叫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我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做这件事儿了，16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现在是一个10岁孩子的父亲。这个逻辑很好盘吧？我今年31岁，能看出来吗？行，确实有点显老是吧？可以理解，要孩子要早嘛。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抗争第一步就是开始蓄长发。我第1年留长发回家，我妈气疯了，瞅我，这都不是劝我，恐吓我，感觉我不是在蓄发，我是在出轨。吓唬你的话也都是一样的，等你睡着了，就给你那玩意儿剪了。就留。你说我娘，我认了。10岁的孩子需要一个母亲。其实不光是我希望下一代的孩子能够过得更自由、开心、自在一点。替我姐带孩子，我外甥在我家把玻璃杯打碎了。我说没事的，没关系的，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他才3岁，他连句整话都不会说。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打完杯，哎呀，我知道他为啥害怕，因为我3岁的时候我也打碎过玻璃杯。我妈别说跟我讲道理，我妈可以打到我说整话。我妈可以打到我说英语 ，help， 纯求救。长辈总说你不能对孩子这么宽容，你得对他严厉一点儿。棍棒底下出孝子，知不知道？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我非常讨厌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幸存者偏差。有没有可能那个孝子也不是打出来的，是活剩下的？但幸亏流传下来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还能剩点。那要搁刀枪底下就都没了。你不能拿刀枪去教育孩子吧？你不能指望那孩子跟武术表演似的，爸妈这边红缨枪都朝脑袋扎过来了，孩子来。你不能把孝子的生产率压在他的闪避率上吧？我也不是说指望以后的孩子多跋扈，多不能管，可以管，咱们分方式方法。但你不要管完之后，你还给我们扣帽子，说你们这代小孩子不能打不能骂的，都是小皇帝。哎，你叫我皇帝可以啊，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皇帝应该有的待遇？我爸妈天天在家弑君。也没见你来救驾呀！
我来面试这个节目的时候，导演问我说：“哎，老师，原生家庭这个赛道有点太拥挤了，你有没有什么特殊人设呀？”我说：“这段子，这造型看不出来吗？溥仪。”其实朕有的时候也在社交媒体上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寻求认同，互相疗愈。有一个评论我看的还挺心里咯噔一下的，说：“哎，孩子，我知道你小时候过得很辛苦，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期待的那些爱，你的父母也没有享受到过。”我说：“又更新了。”我说前2年不是还原生家庭的问题吗？现在是原生祖坟的问题了。但我觉得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也尝试按照他的建议去修补这段关系。所以我今年回家，我妈又一次吵我，你，我说 OK 妈，我知道了，我也爱你。我妈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妈哭得不行了，搂着我开始说儿子，你是不是得癌了？哎，那要不借这就先把头发剪了吧？其实这个段子到这就结束了。最后想跟大家说点心里话。刚才听了大老王的段子，确实心里很有感触。那样的父亲，那样的母亲，那样的孩子，很融洽。但不是所有的故事一开始都是完美的。我选择原生家庭这个赛道去写段子的原因是，如果你一直拿它是个问题，那它永远会压着你。需要一个东西去调侃，去解构，让它变得轻松一点。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场猜拳游戏。当你发现对面只会出布的时候，出剪刀就好了。谢谢大家，我是刘大卫。大家好，我是陈爱。我去年讲了一些有关于精神疾病的话题，讲完就有人记住了我，见到我不是表达喜欢，而是给我加油。之前讲凉了，观众说下去；现在讲凉了，观众说活下去。而且上次我去宛平南路还碰见一个女生，见到直接就把我抱住了，还抱得特别亲密，我妈都没这么抱过我。我就开始疯狂回忆，把我这辈子见到所有人都想了个遍，那种感觉有点像死前的走马灯，区别是死前我都没这么着急。最后还是没想起来，我就问他：“请问你哪位？”他说：“爱奇艺会员。”其实我上完节目也没有多开心，可能是之前太自由了，因为那时候我没商演，讲的也凉，我就想反正都这样了，不如说点自己真正想说的，我就开始讲一些关于生死的话题。对，刚讲的时候演员都很佩服我，说厉害呀，这种话题你都敢讲。我就是没告诉他们，你没收入你也敢。但我讲的时候也想清楚了，反正我也不能让观众开心，不如让他们难忘。我做到了，因为有一次我讲一个关于诗人孩子卧轨的话题，中间的一个女观众当场发出啊的一声，知道是吓着了，不知道还以为火车压着了呢。然后有演员跟我说：“你别讲卧轨，观众不爱听，你讲出轨。”我说：“啊，那我讲火车出轨压到人了。”当时就这样讲了很久，所以任何事儿都没有容易的。大家只看到了我节目上的表达，他没看到我背后是多少观众的牺牲。而上节目我就发现我没有优势了，因为这个节目居然在比谁更好笑，我还是适合吓人，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开放麦，因为那种盲盒演出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观众看不到演员阵容，防不住我。我也想过，为啥之前我讲这种东西观众不接受，一上节目反而接受了？可能我确实没啥亲和力，不适合在剧场逗观众笑，更适合隔着电视制造一种随时要出来的感觉。
所以你们今天也是赚了。看别人只能笑，看我又害怕又好笑。他们是喜剧演员，我是幽默贞子。其实我只是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其实不是长大的，是死大的，所以我是 super star。我也试过很多方法，还是活了下来。人就是这样，懂得了那么多道理，还是过好了这一生。也有人劝我说：“你别死，因为会受惩罚，灵魂永远的困在原地。”我心想，那不就得选个好地方吗？比如我准备找个富豪的那种大豪宅，直接破门而入，原地去世。死之前他可能还问我：“你进来干嘛？这是我家。”我说：“哦，以后是我家了。”我本来觉得这些经历很丢人，直到进入这个行业，发现演员都很羡慕我，他们说羡慕我的素材，又不想过我的人生，想抄我段子。然后真的，我觉得我这样的人生挺好，挣钱别人不眼红，因为现在很多演员年纪轻轻要啥有啥，你看了甚至会想给他一些挫折。但我现在挣钱，大家又会觉得算了，让多活2天吧。而且其实我讲这样的话题也不是想让谁难受，只是它正好是我真实的人生，我不想否认，当然也不提倡啊，因为我是那种反面教材，说着不活，结果现在越活越好了。真的，我现在不光想活，还想要活。而且我觉得，就是我现在也被接受了嘛。之前这个状态，别人觉得我扫兴，但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成了我的人设，我就可以天天臭个脸，要死不活的。大家看到也不会说什么，只会觉得营业呢。甚至我现在都不能开心，一笑人设崩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一旦把这些事儿说出来，被接纳，痛苦也会减轻很多。所以我现在跟我妈的关系也改善了一点儿。之前我每次在家发病哭的时候，我妈都觉得很丢人，让我闭嘴。但最近她刷到了我说自己有精神病的那个视频了，她居然能指着我跟别人说这是我闺女。我才知道原来精神病不能在家偷偷发作，得上节目当 super star。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内蒙的三甲中医院的中医。真是中医啊，别问了啊，中医治不了脱发，别问了。有的也能治啊，当大夫压力特别大，是吧？你看我为什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啊？你看我还不明白吗？对吧？你说我一个90后，但怎么这是排练过是怎么？怎么了？90年的，行吧？哎，没有人冒充90年的，那不像90后，也不是我的责任，对吧？你说我长得胖，那是我专门吃成这样的吗？不是，从小就胖。第一次看见镜子，里面就有一个胖子。我减肥难是因为我这个基因啊，和那些从小就瘦的人不一样。真我发现了，我跟那些从小就瘦的人没法交流。啊，我有一个朋友，哎呦，从小就瘦，哎呀，那瘦的呀，怎么形容呢？就是那贵宾站起来了，啊，对，也留一个那个咸鱼那样那个贵宾头。对，我就是嫉妒，行吧？啊，他说话有时候我跟他没法交流。哇，前2天中午碰上他了，就随口打个招呼，我就哟，这不斌哥吗？啊，中午吃什么了？中午吃了吗？他说那话我都听不懂。啊，中午啊，我没吃，我忘了，这是人话吗？他吃饭能忘，这不有个闹钟呢吗？这是。我这辈子就没因为任何一件事儿耽误过任何一顿饭。吃饭就是我的正事儿，就连初恋跟我分手那天。
哎呀，我就感觉天都塌了，我人都碎了，我瘫那儿就不能动了。我一直躺着，一直躺着，一直躺着，到中午12点自己就起来了。当时脑里头就一个想法，哎呀，赶紧让我死吧！哎呀，但绝不是饿死。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啊，要不你瘦呢？一顿不吃能忘了是吧？我这不行，我这记性太好啊，一顿不吃都不行，吃点就胖，多烦人。他下一句话更可恨，啊，你想瘦啊？那还不简单吗？你每顿吃7分饱不就行了？这就更不是人话了。什么叫7分饱啊？那叫3分饿呀。我还饿着呢，我就不明白这个7分饱是哪儿来的？那几分饱，难道不应该从饱的那一瞬间开始算吗？饱就是饱，饿就是饿，对吧？你比方说我活了36岁，你跑过来跟我说，你这叫活了7分死，讲理不讲理了是吧？所以当时我也质问他呀，我说我怎么7分饱？我坐秤上吃，我7分饱，我平时吃24分饱啊。他说他让我吃减脂餐，说人家配好了，吃完正好7分饱，我就买了一份还减脂餐，我打开一看就明白了，绝对减脂。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太开胃了。朋友们的减脂餐就是3个凉菜拼的。啊，大拌菜、鸡胸肉、荞麦面，油醋汁酸酸甜甜那么一拌，那吃完哪儿7分饱啊？那10分的饿呀。你们知道吗？在我们内蒙吃完这3样就必须要上肘子了。这一份减脂餐吃进去，我这身体马上就调整到迎接肘子的状态了。好家伙，这减脂餐主菜就是一沙拉，朋友们，那沙拉真的是人类的食物吗？那沙拉会不会是有毒啊？为什么我每次吃完沙拉肚子是鼓的，心是空的？我把我这辈子委屈事儿都想起来了，是吧？我吃完我这减脂餐赶紧睡觉，是吧？睡着不就不饿了吗？我趁那菜叶子在里头还有点支撑性，我赶紧睡觉。哎呀，睡到后半夜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里啊有一只手在找肘子啊！哎，我就感觉我的胃在拽我的食道，肘子呢？我都做噩梦啊，就一只手顺着食道往上爬呀，肘子。我天，我又惊醒啊！起来赶紧外卖一碗猪脚饭啊，夸夸一吃，第2天长4斤啊！好减脂餐啊！天，7分饱啊！减脂餐，朋友们，你们如果没有体会过一只手在肚子里找肘子的感觉啊，你轻易不要过来跟我说怎么减肥。我跟你说，网上那些减肥小妙招啊，都是那些从小就瘦的人编出来的。我能看出来，那说的都是胡话。我研究好长时间减肥了，人就这么告诉我，直眉瞪眼告诉我，减肥最好的方法是带着饥饿感入睡。我为什么睡不着，你不知道吗？我不是让饿醒的吗？你让我带我就带呀，带着饥饿感入睡，你怎么不让我带着金牌直接晋级呢？我就感觉大部分人理解不了我对食物的感受，真的，我真发现了。前2天微博上看一热搜，哎呀，那热搜说我都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有那种想法，我真的理解不了。他居然说什么？他说可乐只有第1口最好喝。他说3块一罐可乐，第1口能值2块5，我就不明白了，那可乐哪口不好喝呀？我咋觉得每一口都那么好喝呢？而且我一般喝可乐也就用2口。3块可乐，呱，就剩这么多了。那我确实第1口2块5。那是你容量限制了我的发挥。你要给我8升可乐，我口口2块5。谢谢大家，我是季鹏。嗨，大家好，我是李卓言，耳朵朋友李卓言，我是嗨。大家好，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学会笑了？赚到钱了吗？因为没有啦，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小女孩。
直到3年级的时候被送进了一所体育学校。当然，之所以能进体校，肯定是因为有天赋嘛。我从小学习超差，2年级有一次语文测验只考了30多分，什么概念呢？我是在广州念书的，我同班的黑人同学都及格了，成绩贴出来，黑哥们笑了。我恼羞成怒，指着他说：“我说你其实就是广州人晒黑了而已吧。”杰克逊，老师让我虚心一点，向杰克逊讨教一下语文该怎么学。杰克逊就说：“哎，学的一般啦，是老师教的好。”哇，更讨厌，他不仅会语文，他还会来事儿。所以为了上一所不至于太差的中学嘛，我只能当一个体育特长生了。因此我进的体校不是那种什么冠军的摇篮，我去的体校是那种，哎，你实在不行就送他去体校吧的那种体校，是为了弥补小学生上不了技校的遗憾而存在。我的项目是乒乓球嘛，其实当时田径队跟乒乓球队都愿意收留我，我果断抛弃田径，因为我不想再跟黑人竞争了。但加入乒乓球队之后，我妈对我的期待一下子拉得很高。我觉得有期待是正常的，但太高了，像找茬了已经。她不拿我跟邻居家的孩子比，但她拿我跟邓亚萍比。邓亚萍。奥运冠军，我觉得我妈也太忘本了吧！我说，哎妈，咱来这儿不是为了小升初吗？冲刺奥运的吗？现在要。每次我妈看到邓亚萍的代言广告，都会指着说：“她说你看看人家啊，你看看你。”我觉得一些家长在恨铁不成钢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生不生得出一块铁吧。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些代言广告的时候，我还蛮生气的。我想，怎么印的全是邓亚萍啊？就不能印邓亚萍他爸妈吗？你们知道吗？邓亚萍他爸妈也打乒乓球，而且打得相当不错，能称得上是小邓亚萍了。他爸妈。我妈呢，混的都没有我现在好，都称不上是个大李卓妍。哎，我觉得大李卓妍听上去很像是一个地方旅游大使，有发现吗？李唐丁真，大李卓妍，刘洋教主，幽默。我没有乒乓球天赋，我没有乒乓球天赋。其实我当时就该选田径。因为我唯一练出来的体育技能是逃跑，我妈会去看我打比赛嘛，然后为了她激励我，比赛之前会跟我谈条件。她说：“如果你一会儿赢不了的话，就别喊我妈。”所以只要每次输了，回家路上我阿姨就会一直骂我。但因为她不懂乒乓球啊，骂不出花样来的，来来去去就只有一句：“你怎么打的？你怎么打的？”有一次持续的太久了，我觉得已经不像是在骂我，像在真诚发问。你怎么打的啊？怎么打的呀？你刚刚，说说你是怎么打的？我本来输球已经很烦了，我忍不住顶嘴，我说干嘛？你想学吗？于是我怎么打的不重要了，他怎么打我，我知道了。他完全进入了狂暴阶段，变身为了一条衔尾蛇。你们知道什么是衔尾蛇吗？就是那种会叼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形成一个环的那种蛇。我妈化身为衔尾蛇的一个表现，就是她会开始说一些始于自己又回到自己身上的脏话。他开始用一些带妈的词儿来骂我，就是他在骂我的时候，完全抛弃了自己身为母亲的身份。他好先锋啊！
早早就明白，他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才是我老母。他当时真的边打边骂，难以招架。他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当时在大街上捂着耳朵撒腿就跑。我相信，只要我够快，我妈跟我老母都追不上我。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的，挺难的，一点都不简单。就是我不需要双臂的摆动，居然能跑得又快又稳。我打什么乒乓球啊？我把手一剁去残运会跑去啊！我应该。其实我现在长大之后，还做了很多让我妈失望的事情，比如她其实不喜欢我讲脱口秀，但是去年我上节目之后，她就开始疯狂炫耀。她发过一条朋友圈，她说我从没想过，居然能拥有这么优秀的女儿。哇，她好灵活啊！她骂我的时候，她是她自己；夸我了，又成了我母亲。然后直到第2轮，我不是跟那个翟佳宁打 PK 淘汰了吗？然后他就问我你怎么打的？你怎么打？烦死了，又拿我跟冠军比。然后今年不是也参加节目嘛，他也给我一个很高的期待，他希望我夺冠。我说算了吧，阿姨。我对我今年的期待还是蛮恰当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也不太清楚。杰克逊教的。讲完了，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我的这个表演风格是台风非常的虚弱。这个是我天生的气质啊！大家看我演出不用担心我的健康。因为现在演出老有观众看着看着纳闷儿，这个演员是不是要休克了？挺健康的，生活中就是这么个人。有喜欢我这个风格的会评价我像马三立，就很多年前的相声泰斗，肯定没到人家那个艺术造诣。他们就是说我身上有一种看一场少一场的那种老艺术家的感觉，这个真挺冒犯的啊！对此我只想表示我倒。这02年的网络流行语啊，我倒我至今都非常喜欢使用。这可好使了，这个复古。我是一个这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我最近是特别想找工作。我首先没有影射这个行业衰败的意思啊，我只是这个脱口秀讲到现在，我是真的发现。这个脱口秀的奥秘就在于你创作要想好，生活就不能过太好。这个真的挺残酷的，我晕。这个是03年的那个，我导的升级版，这个更俏皮一些。所以你明白这意思是吧？工作很重要，得找一个工作让自己吃点苦才行。有一些找工作的设想。我首先我的第一个设想就非常的艰苦，第一个设想是创业。创业我具体的赛道是餐饮。哎呦，太苦了！想了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啊，这个大家一定跟上我的思路啊。我准备在线下开一家早餐的买手店，就是早晨买入各种美味的早点，下午晚上去卖。这个太厉害了，很多人生命的痛点就是有些美食起晚了吃不着了。你比如说油条豆腐脑，对吧？麦当劳猪柳蛋卖满分。这个最好吃了，我上一次吃是高考那天。本来还想卖其他的，还想卖那个鸡蛋灌饼。有没有吃过北方的那种烤炉鸡蛋灌饼？圆的特别好吃。这个现在卖不了了，现在这个做鸡蛋灌饼的都太狡猾了，他们现在白天不收摊儿。我们就没有竞争力了，因为首先他们成本更低，我们的货就是从他们那儿进的。其次，他们的货比我们的脆。我囧。
这个是08年的年度词汇啊，这个08年是网络流行语的黄金年代。明白这意思是吧？早餐的买手店理念就是让大家在除了早晨以外的任何时段都能吃上早点。店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早饭就该睡前吃，英文名叫早 C 晚 A， 就是早餐晚安的意思。这个行吗？行，真行啊！我现在差一个投资，因为我不打算赔自己的钱。还有另一个设想，这个更加浪漫一些啊，打算当一个深夜里的那种脑洞作家。脑洞作家，我每天都熬夜啊，这个就是我身体虚弱的秘诀。熬夜熬多了，就发现熬夜有好处的，人在深夜会迸发出很多那种脑洞和哲思，你就感觉世俗就是有一个误区，它就是默认熬夜没有早起勤奋。早晨你看见公园里有一个人跟那儿800标兵奔北坡，哎，你会觉得这个出早功练声呢非常勤奋，但你要是大半夜看见有一人跟那儿800标兵奔北坡，你就会感觉他是不是真看见了。我每天都非常勤奋地记录那种深夜的灵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不好？来一个凌晨1点我的哲思。有一天我发现这一定跟上啊，发现这个山和楼房它们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山和楼的原理就是一块地上能住更多的人，一层一层的，对吧？山也一样，山的形状是一个锥形，它相比平地增加了表面积，所以上面能长更多的树，所以山就是树的楼房。这个感觉有点像乞讨，都能跟上，对不对？能跟上，咱们再来一个凌晨3点的，这都循序渐进啊。3点这更烧脑一些。我进一步我又发现，我觉得人的生活不一定比树自由。我们的古人把山里的树制成了书籍，然后书籍指导人类盖起了楼房，搬进了楼房，也就被困在了2点一线的生活里。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一切都是树的阴谋？就是树想把人类困在2点一线的生活里，谁叫人类首先砍伐了树木？这个就是我凌晨3点琢磨的东西啊。很多人都劝我早点睡，但是你琢磨出这些，你头脑风暴一旦开始，停不下来啊。最后再给大家来一个凌晨5点的。5点这个我最喜欢了啊，这非常短。像平静的湖水射箭，成绩永远是10环。说的就是那个涟漪，特别像一个靶子，箭落在哪里，哪里就是靶心。我觉得这个挺浪漫的啊。这个写完早点都出摊了。我就直接奖励了自己一顿早饭，顺便还想出了那句“早饭就该睡前吃”。这个就是我们脑洞作家的工作啊。其实作为脑洞作家，我们相信每个人在深夜都能迸发出这种脑洞和哲思，都可以。只不过有的人睡着了，灵感就变成了梦，醒来你就看不懂了。所以我们要熬夜创作。其实不是真的想找工作啊。这个创作本身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10环。谢谢大家。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马。相信大家能看得出来啊，长得男女小少的。28岁，是个女生。谢谢。现在上来之后会先报一下我的基础信息，因为确实之前会听到台下有观众小声的问，多大呀？男孩女孩啊？我就感觉我刚在台上被接生出来了。平时也经常会被认成小朋友。我遇到过那种特别执着的人，就他一旦认定我是小朋友，他就认定我是小朋友。前2天我去买菜，遇到了一个大姐，
大姐看见我就说：“这么小就一个人出来买菜啊？”啊，我是个大人，真懂事儿。这么点儿就开始学做大人啦？啊，我28了，这么小就28啦？就你真的是拦不住他。然后我身边有些朋友就会说：“哎，你这个劲儿有点像《家有儿女》里的刘星。”我觉得特别好，下回再有人把我认成小朋友，我就知道怎么回他了。跟我说学习了吗？我说学了，忘了学，忘了还得学。我去理发店，托尼老师问我：“小朋友，头发怎么弄啊？”我想把这玩意儿成绿的。跟大家聊聊之前的经历。我之前是一个跳水运动员。哦，有朋友可能会想啊，这个号就长对了。确实个子小更容易压水花，所以我身边就有朋友就说：“哎，你长得这么小，都没喝过牛奶吧？”哎呦，我说对，牛奶这玩意儿我可不敢沾呐，但凡要是沾了，这辈子可就完了。从小都是喝可乐长大的，这样才能促进钙流失啊。跳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运动，所以有一些朋友会问我一些问题。我听过最离谱的就是说：“小马，你是练跳水的，那你会游泳吗？不然呢？练跳水不会游泳，那这个项目岂不是很废人？一次性跳水。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跳下去之后得看水花了，为了方便知道从哪儿掉下去的呀。想象一下，我一个向前翻腾3周半，救援大哥拿着网兜，哪儿呢？孩子掉哪儿去了？哟，活着的。能听得出来啊，之前在天津练的跳水。现在提到跳水，大家第一个能想到的人是小马，对吧？我听到了啊，全红婵啊，大家都知道全红婵是奥运会冠军，我之前得过亚洲锦标赛冠军。哎呦，谢谢，成绩还行，但确实没多少人认识。我这个成绩的知名度就相当于音乐圈的淡增尼玛。就这种感觉。他是好声音第7届的冠军啊，今天因为有我，他变得更有名了。我主要跳的项目是10米台，比我高一点哈。我教练跟我说，你这个小个儿就适合跳10米台，你比那些高个儿的灵活。你想，你跟姚明同时在空中旋转，你翻腾720接转体，他翻腾720接120。告诉我，女子10米跳台这个项目的黄金身高是1.4米或者1.5米，1.4米奥运冠军，1.5米亚锦赛冠军，1.6米应该是沾牛奶了。所以为了挑到这样的好苗子，我都能感受到教练对于小个子的那种痴迷。我去参加选拔的时候，看见一个教练跟另外一个教练说：“哎，那孩子的身高是个好苗子，你看他爸妈捡东西都没弯腰。”他爸妈是黑猩猩吗？好，我第一次站在10米的时候，8岁，真的很害怕，我不敢往下跳。我教练就开始鼓励我：“小马，你就这样想，很多练跳水的奥运会冠军都是从这跳下去的。他们拿了金牌之后，照片都挂上了。你想挂吗？”我想挂，但你得保证照片是彩色的。有一回我就把这个事儿跟我闺蜜聊了一下，我闺蜜知道我是跳10米的，她就觉得我很勇敢。现在我站到高处，她都不觉得有危险，甚至对我产生了一丝期待。前段时间我跟她一块儿去贵州黄果树瀑布玩儿，我站在那个顶端往下看，我闺蜜说：“来一个。”说你疯了吗？旁边有个阿姨都吓坏了，哟，这娘俩干嘛呢？
我是个大人，我买票来的。哎呦，真懂事儿。我其实练跳水练了11年，然后每天都是好不容易爬到10米，2秒就跳下来了。我就感觉我好像每天努力往上爬，就是为了这2秒。我闺蜜跟我说：“哎，不要这么悲观。你想，虽然你在空中的时间很短暂，但流星划过天空也是这样的，很短暂，但是很唯美。流星，我想把这玩意儿成绿的。”谢谢大家，谢谢，嘿，谢谢大家好，我是小鹿啊，嘿，我最近呢在备孕啊，这句话你们是不是感觉什么时候在哪里听过？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在这里听过，还有前年的这个时候，在这里也听过啊。1年又1年过去，我的项目还没落地。我现在像个备孕界的老赖，再宽限我几天，下个月肯定怀。我现在9备不孕啊，家里人都不催了，他们甚至会开始帮我打圆场了。有那种亲戚问过来说：“哎呦，小鹿他们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我爸妈：“哎呦，没问题，他们身体没问题。”哎呦，这现在大环境有问题啊！什么 AI 外卖预制菜啊，还有她老公托马斯他们家英国祖坟风水有问题啊！别听他俩瞎说什么备孕，其实私底下烟酒都来。我从来都不抽烟啊，现在也不喝酒了，每天都喝中药，扎针灸，吃叶酸，补充维生素 A、B、C、D、E、钙、铁、锌、硒、辅、镁、Q、10，基本每天送服1张元素周期表。我的身体在炼丹，再过3年我能生下一颗魔丸。我现在太补了，现在托马斯亲我一口都要流鼻血。亲完之后，哦呦，好上头的女人。托马斯也在喝中药。这个外国人喝了人生中第1口中药，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形容努力要说吃苦。他现在吃的苦中苦，就为人造人。也理解了比冰美式更苦的只有热中式。我听说塑料包装里的微塑料是有可能会导致不孕的。所以我现在全面拒绝。刚才在后台，演员递过一瓶瓶装水，我说不用了，我在备孕。他看了看那瓶水，以为自己递的是一瓶避子汤，又看了看我，那个眼神好像我是那种冷宫里的风妃。就在他的想象中，我肯定每天都在讲微塑料，杀了微塑料。备孕需要情绪稳定。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情绪不稳定，所以我现在呢减少了演出现在每天11点前睡觉，不上社交媒体，不喜欢的人就不理，拒绝有效社交，停止向外证明，全面自我中心。再这么发展下去，要么孩子出生，要么我出家。我朋友听完我的备孕日常之后跟我说：“哇，你现在好爱自己呀！”我说：“爱啥呀？我都是为了备孕。”他说：“你就是为了自己呀，你在善待和照顾自己。你想想，你现在都愿意为了自己暂缓事业生孩子了，还说不爱？妈呀，磕到了！我不爱江山，爱自己。我披着备孕的皮，行爱自己之实，霸道自己爱上我。重生之我在苏州河畔爱上9备不孕的自己。哇，好先锋的 CP 呀！我写出这个段子的时候，我觉得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我，因为 AI 不会爱自己 ，AI 就没有自己。真的很像一个风飞。我现在太爱自己了，你想想，我都愿意复制自己的基因了，那相当于愿意把自己的专场放到线上了，说明我对自己太满意了。你想想，我去复制一个携带我的基因，但是又比我更好的小孩，那算不算遇见更好的自己？家人们，不要爱抽象的自己，去备具体的孕。备孕可以把，那算不算遇见更好的自己？
家人们，不要爱抽象的自己，去背具体的运。啊，背运可以帮你挡掉所有你不喜欢的事情。哎，你出去应酬，别人让你喝酒，你说啊不用了，我最近在爱自己，听起来像个走火入魔的嬷嬷。但如果你说我在备孕，哎，道德高地，对吧？周末团建不想去，我在备孕啊。对象想跟你亲热，我在备孕。不能熬夜，备孕太好了。我觉得备孕把爱自己具象化了。我现在沉迷备孕啊，我现在都有点怕怀上了。我甚至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全世界都开始认真的备孕的话，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你们先别骂，听我解释一下。首先，我们要破除对备孕的刻板印象，备孕不是怀孕，就像背单词不是考托福一样，不想生也可以背啊！不要因为你是一个单身男人、绝经女人或者100岁老人就不去备孕。备孕是一种生活方式。备孕不是为了生人，是为了人生。如果全世界都开始认真备孕，世界和平，战争都打不起来，因为备孕的人上不了战场。我们不能熬夜，啊，不能接近有毒物质，不能情绪不稳定。你想想，在战场上炮弹一响，多少二手烟？无人机一炸，多少微塑料？啊，那坦克一开过来，你情绪多激动啊！看到举着坦克的吴京。哎，我现在沉迷备孕，我甚至还录了一个真人秀节目，全程记录我备孕，隐私全部暴露。托马斯啊，检查出了一些生育问题，非常的有损生育。我现在不能透露，反正播出你们看吧。可以说是一举推翻了大家对于外国男人的刻板印象。他现在啊，都开始顺着电线杆找偏方了。都说备孕的压力要越小越好。我这么真人秀、脱口秀的昭告天下之后呢，确实很难压力小了。啊，以前观众见到我啊，小鹿喜欢你，以后观众见到我啊，小鹿。加油！托马斯，你更是啊！总有朋友劝我说放松一点，说孩子呀，往往就是你最放松的时候就来了。真的吗？我最放松的状态，那就是熬夜、喝酒、吃外卖。啊，什么最放松，越放松的时候越能怀。那我这辈子最容易怀孕的时间，那就是我高考结束那个夏天。不可能，托马斯还在上小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放松的干成一件事情，因为我人生所有的经验都是这种竭尽全力之后先苦后甜，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久备不孕、苦尽甘来遇到你，才是我的孩子该拿的人生剧本。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出生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干了”。备孕啊，改变了我很多。其实现在除了备孕之外的事情，我都放松了很多。比如说像今天魔王挑战赛，谁想来打败我什么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并祝福。非常的理解啊，大家都来吧啊！毕竟谁不想打败一个久备不孕的脆弱女人呢？开玩笑，开玩笑啊！我觉得脱口秀比赛啊，跟怀孕一样，努力很重要，很需要努力，也需要运气。很高兴能成为大家脱口秀的验孕棒，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又是一年过去了。我啥也没干，一半时间在看手机，另一半时间在看广告。现在广告也太多了吧，每天干什么都要看，让我感觉人生非常虚无，感觉我活着就是为了看广告，一直看看到死，然后看广告复活。一出门也到处都是，很多广告也不好看，明星都不找了，非要大厨自己代言。就前面放盘小炒肉，然后老板在后面，我都不知道要看哪个，一个荤菜，一个素人，我还得了解这人是谁。哎呦，我比流言蜚语先认识你。
查了一下，不完全是素人。2020年有一届线上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他拿了大王。20年，青春有你最火的一年，他参加了个青椒有你。小炒肉都有选秀比赛，这要怎么选？会让员工过来应援吗？那可是真饭圈啊！老板在上面做菜，员工在下面，哥哥加油，加油！一定要大火啊！千万别糊了。厂里还有群小猪，哥哥杀我。吃点好的吧，但这个还行，起码很有亲和力。经常在机场看到2个黑衣男子，某与某，斜着眼，插着手，背靠背，这是在干嘛？卡帕站起来了。我都看不懂，这就是他们对客户的态度吗？靠背。他俩这样，我不会想看第2眼的。他俩要是这样，那我愿意看。放广告的地方越来越多，甚至会印在飞机的机身外壳上。我不知道这个目标受众是谁呀？是天上有人要买神仙水吗？关键也不是所有广告都适合这里。我有一次登机，看到飞机外面印着“和平精英”的广告，我当时看到吓一跳啊！我说啊，这该不会要自己跳吧？不光外面，飞机里面座椅的椅背上也会放。那是我看过时间最长的广告，从北京看到上海，这也是一种北上广。关键你很难不注意到它。我一坐下来，广告就离我这么近；前面坐下来，离我这么近了。人肉推送过来一条广告，直接推到我的门牙上。睁眼一看，口腔正畸。广告很有效，现场就矫正了。即使不出门，你啥也不干，还是会有广告，对吧？你待在家里，你躺在床上，你什么也不干，你躺一天，你没事吧？有时候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刷会儿手机，开一屏广告；看会儿电视，开一屏广告。单身20多年，只有广告对我开屏。广告对我是真爱，广告对我强制爱。他想让我不论干什么之前都先看一眼他，还是个高需求宝宝。我必须耐心，不能不看，不然他就生气，说：“那你去找别人吧。”就给我跳转到别的软件了。很讨厌，但广告只在我休息的时候出现，从来不在我工作的时候打断我。我打开 Word， 打开 PPT， 第一个页面就是开始。不是，我广告呢，我弹窗呢，谁说我要开始了？到这一步我就已经累了困了，想喝点东西。还有那种线上会议软件，直接就是加入会议。快速会议，一点秒进，我广告呢？会议能开2个小时，广告呢？这时候该放一个广告了吧？换工作，跟别的老板谈。你很难专心沉浸的看内容。为什么现在这么多 ADHD？ 就是看广告看的。AD 广告 ，HD 高清。ADHD 广告好多，总有朋友跟我说，我有注意力缺陷障碍。我说你就是广告看上火了，怕上火呢，就多开点会员，但开也不管用，对吧？现在想不看广告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不是导演中心制，也不是编剧中心制，现在就是广告中心制，对吧？你在平台上，你看到再好的剧，再大的咖，但你只要一暂停，他们就会缩到一个小角落里，地位高下立判，对吧？不管你是男主还是女主，看见广告主就得给广告主子请安了。
综艺也是。每年这么多演员，真的是给大家带来欢笑的吗？顺便，逢场作戏罢了。我们挖掘自我，献祭家人，层层筛选，互相残杀，最后站上舞台，拿起麦克，就是为能在这里也夹上一个广告。办的根本不是脱口秀比赛，是拳击比赛。我们站上来就是为了能在每回合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能举5分钟广告。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忍受那么多的广告，除非是我代言的。谢谢。楼上楼下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徐指导。去年刚刚也聊到了，讲了一下我的书法家爷爷徐德伦先生被诈骗的故事。我爷爷很聪明，播出以后做了个小某书号，1个月的时间涨了1万粉丝，我自己涨了1200。我努力了1年，我没追上他。哎，你们有人刷到或者关注他那个号吗？取关他。就我现在都分不清我家谁上的节目。那天看到个营销号发我的视频，标题叫徐德伦孙子脱口秀。各位，我要早知道徐德伦这3个字去年传播比我快这么多，我真后悔了。我去年在这个舞台，我就应该说大家好，我叫徐德伦。希望你们关注一下我的爷爷徐指导啊。我去年一边录节目，一边还在北京上班。节目组听说以后，就非要去我单位拍一下我工作的一天，公司没让他们进。于是这个节目组为了能够拍到我真实工作的一天，可以说是非常天才的，在外面租了个办公室让我去上班。各位，那是个礼拜3，我请假去的。这个请假理由是太难写了，领导，我想上外面上1天班啊。本身我领导就挺烦我，我记得我入职，他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我派到我们在海南的一个旗下的免税打折的那种商场，让我去支援卖那种打折免税的奢侈品。但各位，我是那种对奢侈品价格完全不懂的人，我真丢大人了。我去第1天，那个领导拿了一个打了2折的围巾跟我们介绍1800，其他人都惊呼真便宜，就我提问，我说那打完折呢？后来这个领导按照能力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分配工作，这个同事 A 卖包，因为他懂包；同事 B 卖鞋，因为他懂鞋，安排我安保，因为他懂我。我那个主要工作防盗就可以翻译过来就是抓小偷，就你们也能理解，因为有很多人他商场里逛街的时候逛着会觉得你们这个折扣力度还是不够大，决定自己动手。我们碰上个大爷穿上我们那个加拿大鹅的羽绒服就要往外走，我拦他以后，他跟我说是从家里穿过来。哎，我一直以为我们店里的大鹅都是加拿大来的，我没想到还有加拿来的。但我愿意相信，有的顾客就是会穿着羽绒服来逛街，毕竟那天的海南38度啊，就他下半身还穿着短裤呢。一个上半身穿着像在南极的人，下半身居然就一条南极人。那个长款羽绒服一穿，我都看不见他短裤了。我说太潮流了，大爷，下身失踪。只见他旁边那个羽绒服模特，上身失踪。你感觉谁用鼠标把衣服挪大爷身上了？换装游戏，奇迹大爷。穿的暖暖，大爷第2天卷土重来，那是更加凶猛，从帽子到鞋全是我们店里。就他往外一走，我以为哪个模特活了，而且我觉得他直接扒模特身上，这个偷东西方式也太可怕了。你说我哪天要是站在那个店门口站岗，我要是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安保服给我穿走了啊！每天过来扒2件衣服，大爷，我天天就得防他扒衣服。我那阵那个工作干得跟个阿凡提一样，我天天就研究怎么智斗这个八一老爷。我领导安慰我说，服务业就是这样，什么都有可能碰到。我说关键我现在干的工作性质也太像畜牧业了，
每天就是负责把跑出来的加拿大鹅赶回屋子里面，偶尔还让我抓捕几只始祖鸟什么的。现在，但这份工作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请假非常困难。去年第1轮来录节目那2天，我痛风发作非常严重，就实在是出不了门啊。这几句是跟我领导说的。到了这边以后，我发现录节目那2天，我们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要收手机。我那天晚上10点一出来的时候，我满屏幕好几十条，我领导远程找我干活，质问我为什么这个失联的消息，我真是百口莫辩，我压力爆大，我想跟他胡说八道。我说不好意思，领导，我那个其实下午那个不好意思，是不小心这个死了，我票数还行，被复活了。因为我又痛风请的假，我真没什么办法。我最后憋出来一句，我下午痛晕过去了。我说领导，你有什么事儿啊？明天上午提前跟我说，因为我大概明天还是12点晕过去。下周还让不让我晕，就看那几个坐着的大夫拍不拍手术灯了啊。妙手回春，妙手回春。但我说实话，我去年就是用的那种合法合规的年假来的。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有的领导你用这种合法合规的年假，他会拼命的刨根问底问你的理由。我说家里有点私事，什么私事？出去旅游，去哪旅游？我说陕西，陕西有什么可玩的？我说陕西有秦始皇陵啊，我得去看看那些不让手下休息的暴君是怎么死的。说实话，现在请假压力，你们不觉得吗？有点太大。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大概过2个月想参加个婚礼，请1天年假，那真是提前快半年就跟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去研究，在什么时机用什么话术给领导送什么东西，领导才能答应他。我说你要跟你领导求婚呢，你是怎么跟你领导请的假？你跟他说的该不会是那个领导嫁给我吧？领导但凡一犹豫，我们在边上帮着起哄，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以后我请假，你们几个都来啊！我说，那你以后没病也能请下来病假了，毕竟嫁给你是无论健康或疾病嘛。但病假是我心理压力最大的一种假，就我从来不敢休病假，请到我病完全好透那天，因为那样没法跟领导证明我病过。我前段时间崴脚还挺严重，拄了几天拐。我请完病假以后，我休完以后刚好隔了个周末，就我恢复有点太快了。我上班那天我有点健步如飞了。那天我内耗了一早上，我决定在公司楼下找个医疗器械店再买套拐。但各位装瘸这个事儿啊，真的很容易忘的。我当时发现那个打卡机还有20-30秒算我上班迟到，一群新同事看着我扛着双拐飞奔，那个姿势像一个拉黄包车的忘带车了。关键他们看着我打完卡立刻就瘸了，这还不是那天最尴尬。我领导找我交接我不在这几天的工作内容，各位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我给拐落领导办公室里。怎么回去拿呀？我不能现在回去，不好意思，领导，这个爬了好几步啊，过来啊，聊的时间有点长，好了，好吧。我现在那个拐还在领导办公室里，没什么机会拿了。因为这次来上海之前离职了，感谢各位，主要我这么考虑的，这段节目一播出，我这辈子都请不下来假了，那我还不如干脆请个这辈子的假，谢谢各位，谢谢你们。